欢迎来到 K 歌研究室，我是 K 歌。秦始皇真的见过外星人吗？1974年，在距离今天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的地方，一位当地农民打井的时候，意外挖出了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陶俑。后来经过陕西考古队的全力挖掘，这座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兵马俑才重见天日。然而，在这些兵马俑被挖出来后，所有在场的考古人员彻底惊呆了。他们震惊的不是世人眼中规模宏大的兵马俑，而是俑坑中各种超前思想的古代黑科技。他们在对这些神秘文物研究后，心中的震撼更是久久无法平息。这些真的是2000多年前的文物吗？为什么秦朝的青铜器上会出现现代才研究出来的防腐化学物？为什么兵马俑上检测出了超导材料？一把被陶俑压弯的青铜剑取出来后，居然会逐渐复原。传说早在大洪水之前，外星人就已经来到地球，而中国就是他们最早接触的地球文明之一。在古书《失忆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秦始皇就曾亲眼见到过乘坐罗舟的宛渠人，他们的罗舟不但可以上天入地，甚至还能日行万里。也正是这些宛渠人传授给了秦始皇高超的科技，并告诉他宇宙与世界的诞生。秦始皇也正是在宛渠人的帮助下，成为了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皇帝。那么这些记载是真的吗？这些文物到底有多不符合2000年前的时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就在1974年，陕西遭遇大旱，骊山脚下的西阳村也不例外。为了解决水源问题西阳村的生产队长带着村民们到处找水井，最后在一处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石滩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圈，对着身边的村民们说：“就这里吧，挖。”在当时这些村民的心里，这个地方应该是地下水概率最大的地方。在干旱中急红了眼的老百姓，还没等话音落下，就抡开了锄头。当挖到1米多深时，他们发现地下竟然挖出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一锄头下去，甚至能撞出火星来。一些村民心里犯着嘀咕，是不是挖出砖瓦窑来了？不怪村民们这么想，因为这一带过去确实有不少烧砖瓦的土窑。凭借着有限的经验，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儿一定是砖瓦窑的窑顶。实际上，这层红土正是兵马俑坑封土的夯土层。为了砸开这层红土，2名壮硕的村民轮番上阵，终于把土层刨了个大洞。越过红土层，工程进展加快，很快就挖到了地下4米。1974年3月29日，随着又一锄头挥下，兵马俑军阵的第1块陶片出土了。随后，一块块碎片、一节节残肢相继露出。这奇特的现象终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一个青年不耐烦地把一节残肢甩了出去，嘀嘀咕咕地说：“这啥玩意儿？一个砖瓦窑咋还有这些烂东西？”生产队长只能一边解释一边安抚大家的情绪：“砖瓦窑嘛，哪能没点破烂货？快挖吧！毕竟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找水源。”村民们根本不懂这些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埋藏在地下2000年的兵马俑军阵没有在出土的第一时间就引起重视，而更让他们失望和意外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源迟迟挖不出来，可出土的物件却越来越离奇。从陶制人形残肢到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再到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和残缺的弩机，这些物品无一不在向外界传达着一个信息：这里并非是砖瓦窑，它们可能是古物。既然是古物，那就是好东西啊！听说这青砖做枕头可以避免灾祸，延年益寿呢。出于这种想法，打井队挖出来的青砖很快被哄抢一空，大家纷纷抱回家清洗干净，塞入了自己的炕头被窝。有个小青年对这些青砖不感兴趣，他偷偷来到井下，从泥土里扒拉出一些不起眼的青铜箭头，趁人不备脱下身上的破褂子一包，然后直奔附近3里头的破铜烂铁收购站。在这里，他以14.4元的价格把几公斤的青铜箭头全部售出。当他得意地从收购站回到村里时，村民们才恍然大悟：好你个臭小子，真有心计！骂完后，贪心的村民们蜂拥而至，来到井底，希望再挖一些破铜烂铁去倒卖。结果什么都没有了。直到后来，一个叫房树民的人，他是临潼县的水管员，听说西阳村打井队已经打到了地下5米，却连个水芯儿都见不到，内心充满了疑惑，决定亲自去看看。他先是找到了生产队长，问他这口井为啥还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生产队长也不明白，他只好回答房树民不像是死线，可不知道为啥打
出了好多砖瓦人像。房树明一听就感觉不对劲儿了，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赶紧来到现场，一看坏事儿了。这房树明有一些文物知识啊，联想到离这儿不远的秦始皇陵，认为这可能是挖到国宝了。在暂停生产队挖井工作后，就赶紧来到文化馆上报。考古人员才知道这里有文物，但一开始考古队并没有将这处俑坑和秦始皇陵联系在一起。毕竟按照常理推断，一般陪葬坑都紧挨陵墓，而西洋村的这口井的位置距离秦始皇陵有1.5公里，而且按照过去的发掘经验，即便这里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那也不会有多大规模，估计最多10天半个月就可以全部挖掘完毕。可没想到发掘了半个月下来，他们这些专业人员连俑坑的边儿都没摸着，甚至连俑坑的深度都探不出来，因为他们的探铲提示，直到地下100米仍然有文物的信息。这个时候呢，一个满头白发、神神秘秘的七旬老汉突然出现在工地，他和身边的村民们说，其实这下面埋的是秦始皇统一6国的秘密武器，是很久以前为了不让别国知道才埋入下面，一旦挖开肯定会颠覆历史的。过了一会儿，他眯着眼睛看看工地，说他们呀都挖错了。其中有个考古青年呢，没好气的就说，一边去，你一个老汉懂什么？老汉也不生气，来到他身边说，你的方式是错的，你跟我来。这位年轻人叫陈学华，他看着老人鹤发童颜，说话也不像在开玩笑，于是放下探铲，跟着老人来到离井口200米的地方。这老汉笑着说，你不用探了，我告诉你，俑坑的边儿就在这里，信不信由你。说完，这老人就离开了现场，再也没有人见过他。第二天，陈雪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的开始钻探，果然俑坑的边儿找到了。可这个神秘老人到底是谁，什么来头？尽管考古人员进行了种种猜测，但是至今为止已经无从考证。1975年7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发掘的消息。这支阵容庞大的地下军团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世界第8大奇迹。可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兵马俑的诡异传言在网络上越传越广，比如这些真人大小、神态各异的兵马俑是用活人烧制而成的。按说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不应该相信这些，但问题是，他们还真的对兵马俑进行了实验，也由此发现了更恐怖的事情。兵马俑真的是用活人烧制而成的吗？从挖掘到现在，考古学家一共从俑坑中挖出了8000个1.8米高的战时兵俑和上百匹真实大小的战马和战车，同时包括兵器4万余件。整个俑坑规模庞大，气势恢宏不说，光是那些兵马俑就不一般。考古学家将这些兵俑和亚洲人面孔的数据对比，发现这些兵俑和亚洲人完全匹配，同时他们各自的身高体重那也不是随机尺寸，而是按照当时秦国人的真人大小1:1复刻的。每个兵俑都有着不同的表情，甚至你可以从他们的装束看出他们都是什么级别的军官。可问题来了，这种逼真的雕塑手法说明秦朝工匠的高超技艺，但这种烧制技术直到21世纪才勉强复刻出来的。那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联想到历朝历代的殉葬制度，多数人都怀疑他们是用活人烧制的，但这种谣言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前面我们说了，那些村民一锄头下去，兵马俑就支离破碎，里面也是空心的。考古学家甚至对兵马俑的碎片进行了实验，并没有发现人类的 DNA，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但一直以来呢，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实验仍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发现兵马俑身上居然检测出了一种不属于2000年前的科技材料，是现代人穿越了吗？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来看一段兵马俑出土时的样子。你会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完全不一样，它居然是彩色的。其实兵马俑刚出土时是有颜色的，只是长时间埋藏地下，与空气隔绝，保存了它原本的样子，所以出土后因为氧化导致颜色消失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彩色兵马俑，那都是在刚刚出土的最宝贵的几分钟拍摄下来的。不过最稀奇的是，考古学家在兵马俑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颜色，后来称为中国紫。它是由15种不同的特殊材料组合而成的，而其中就发现了硅酸铜钡和一氧化铅这种物质，即使是现在也只能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通过超导体的形式在衍生物中合成出来。所以这2个玩意儿可不简单。而超导呢，就是完全没有电阻的材料，像是磁悬浮、人工太阳、量子计算机这些技术，之
所以还没有实现，就是因为人类还没有解决超导材料的问题啊。可兵马俑颜色中的铜、钡、铅，这都是和超导有关的，难道秦始皇的兵马俑和超导技术有关？2006年，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利用强磁场实验室将陶俑颗粒放入了磁场仪器中，随着温度降低，颗粒中的颜料分子形成了一种磁波，最后磁波失去了第3维度，转变成了2个奇特的2维平面，于是颜料分子真的变成了超导体，这让在场的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因为从3维到2维的转变能够帮助人类创造出更好的超导材料呀。只是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超导体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而且秦朝人为什么要把这种材料涂到兵马俑上？他们又是如何制作的这种超导材料呢？遗憾的是，现在科学家们也无法解决兵马俑出土时颜色瞬间消失的问题，导致可提供实验的中国紫陶土颗粒寥寥无几，而超导实验也只能进行到这里了。这就是为什么兵马俑的5号坑和6号坑挖掘工作被取消的原因。其实挖掘出的秦国黑科技还不单单出现在兵马俑上，坑内还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剑，其中1号坑的一把青铜剑在被发现时，据说已经被一个重达150公斤的兵俑压弯了。但当人们把兵俑移开之后，青铜剑居然奇迹般的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好像拥有记忆功能一般。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普遍被说成是民间传说。但秦朝的铸剑技术在当时领先世界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科学家测试发现，青铜剑的主要成分是铜和锡的合金，其中铜锡配比让它的硬度和韧性结合的恰到好处，硬度相当于现代的中碳钢，韧性相当于现代玻璃，你很难想象这是纯靠人工打造出来的。更惊人的是，秦剑的表面还发现了一层5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防腐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但没想到的是，早在2000多年前，这项技术就已经被广泛用于兵器上了。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相信了，如果不是穿越了，这很难解释吧。还有兵马俑中的最强武器秦弩，在2015年3月，一张最完整的秦军弓弩被挖掘出土。专家经过电脑3维扫描后发现，这件秦军强弩需要8个人才能拉动，其最大射程能达到800米，是苏制 AK-47步枪400米左右的有效射程的2倍。再搭配挖出的8万多枚青铜3棱刺箭头，其破甲伤害将会达到更惊人的地步。而这些3棱箭头只要刺入人体，体内的血液就可以顺着3边棱角排空。同时，3棱刺箭头的切割面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流线型箭头，与2战时期的子弹形状相似，是为了减少空气阻力，让箭飞得更快更远。这说明秦朝的武器设计研发已经远远甩开了其他国家，让秦军不必再像传统的白刃战那样与敌人短兵相接，这彻底颠覆了当时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不过这些还不算是秦朝最牛的黑科技，比方说世界上第1条高速公路秦直道，就是古代秦人修建的一条高速公路，它宽度在8米到12米之间，起点从咸阳翻山越岭，直达内蒙古的包头，全长700多公里。当年秦军凭借秦直道粮食和军资源源不断的北运，3天3夜就可抵达阴山脚下。还有秦朝的火车，你没听错啊，就是火车，不过不是现代的动力火车，而是牲畜动力火车。可秦朝怎么会有火车呢？您还别不信，在河南南阳，考古学家就发现了秦朝时期用木材制成的2根轨道和整齐排列的枕木。一开始专家们觉得这些木材可能是当时人们用来生活的新柴，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是新柴的话，不会出现大小粗细长短都几乎相同的规格，而且不会被等距离摆放。那么轨道是为了让车辆行走得更平稳，枕木是为了让车速更快，不至于因为太过颠簸让车上的东西掉下来。这样的设计你敢相信是2000年前的吗？这在我们看来不可能制造先进科技的时代，却偏偏制造出了领先时代的东西，让秦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击溃敌军，统一6国。难道这些工艺水平和先进思想真的就和传说中那样是未来人穿越或者外星文明传授的吗？
在《诗夷记》中说，有宛渠之民乘罗舟而至，其国人长10丈，编鸟兽之毛以避行。说是秦始皇晚年时就曾亲眼见到过乘坐罗舟的宛渠人，他们的罗舟不但可以上天入地，甚至还能日行万里。也正是这些宛渠人传授给了秦始皇高超的科技，并告诉他宇宙与世界的诞生。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扯啊？但许多学者可不这么认为。近代历史学家邓拓在1961年4月发布了一篇名为《宇宙航行最古传说》的文章，他研究的就是《诗夷记》所写的真实性。不过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诗夷记》其实是成书于晋朝的，作者叫王嘉，里面记载的内容大多都是神话故事或者离奇传说，完全不能当真。而且晋魏南北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如果你穿越到这个时代，你就会发现一件特别怪异的事。这个时期的学者讨论的不是平定天下、统一国家，而是宇宙是怎么出现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熟知的玄学就是诞生于这个时代。在玄学的影响下，社会高度分裂，王侯将相争先恐后的抢夺天下，饱读诗书的学者却拼命的遁世修仙。所以《诗夷记》的故事不能当真，秦朝的先进工艺也未必是外星文明传授。只是这么一来，秦朝留给我们的未解之谜似乎更多了，比如超导材料的制作，再加上古代有天外来客的记载，这是否说明2000年前的古人已经开始幻想遨游宇宙了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 K 哥，我们下期再见。